18剑阵起！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付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细剑，正是，他在吸走我的剑气。原来，这便是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阵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！你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浪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月安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
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在这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安河便没有治三鬼了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肉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
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吧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数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和。好。倒是像鬼魁庵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人心这种事，苏长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姓过穆，也姓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。
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大家长，绵龙剑。 绵龙剑怎么会在这儿？暗河历任大家长手里都掌握着2把绵龙剑，2把剑由同一块云铁铸成，唯一的不同是我手里这把剑还藏着暗河的秘密。交给你的那把剑，若是苏晋辉当真能握住，那就等他平定了暗河的动乱，届时。 我会将这把剑也交给他。如果他握不住，那么那把绵龙剑必将会彻底燃起3家家主的野心，而这些人终将会被他们自己的野心所吞噬。只有当他们退了，那些更有希望的年轻人才有上位的机会，才有。 摆脱控制的可能。他这么厉害，一定知道这把指尖刃不见了，也知道是我拿的，但是没有管我要，那就是默许了。那这算不算定情信物？ 你醒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出去这么久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好了，就自己下楼吃饭。谁说我好了？我还需要人照顾呢。 我这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要不你喂我吧。今日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好吃饭，别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你。 要走了，我迟早是要走的。更何况，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。
你来了。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长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剑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景辉。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手！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，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。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自己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？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
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三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。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，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。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却说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的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静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秋叔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炎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
大家长，一会儿若情势危急，你带神医先行离开此处。是。大家长，你是觉得苏沐雨解决不了外面那些人吗？苏沐雨一人一剑，天下无人能拦得住。可这世间之事，从来都不是一人一剑便能改变的。可是，有克制了。他是谁？唐门唐连月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暗河大家长。天启城玄武使，我也是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来此杀你，只是为了报我二叔的仇，与天启城无关。你还是太过年轻了。你二叔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甚至连唐门都不愿意待，一个人躲到孤冷偏僻的寥落城独居。这样一个人，又为何会有人要暗河大家长出手，亲自杀他？谁找的你们？此刻不提主顾名，这是规矩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唐二老爷在现在的唐门中是最支持你的人。唐门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，门中长老只有他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大家长提点，但我还是要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那就恭请玄武使来取我性命。大家长，您现在的身体不能出手。若是暗河中人来此，也便罢了。可眼前这位只是我慕名册的仇家，我便只有应战。更何况是二萧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濒死的老虎，我亦有我的尊严，亦有大家长应尽的责任。不要动，退下。让我看一看你的幻术。废话。有人比我们提前动手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去吗？静观其变，先等大哥回来再说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还真是了解我，居然在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前约我出来一见。我有东西给你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是绵龙剑。去天启城吧，只要你踏足天启，那座城就会有人找上你。以你的本事，你可以越过这些人，找到你秘密的所在，将这里的钥匙交给守护你秘密的人，他会为你和苏昌河打开属于你们两个的盒子。从此之后，你们俩的名字便会在暗河之中永远抹去。还有，你一直想知道的无间城覆灭的秘密，也在其中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离开暗河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如此拼命地保护大家长，就是为了这2把钥匙。如今3家之乱已经不可调和，我们可以趁势解散暗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自由，所有人都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计划。你利用3家的争斗，削弱权力争夺者的力量，最终带着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离开暗河。哼，苏沐雨，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不过，我也有一样礼物。
要送给你。彼岸，跨过安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应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还记得当年你我一起出完任务，路过苍兰江的时候，那一天你望着江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彼岸？而我此刻想要告诉你，就在今夜。可这一夜，会是暗河的血之夜。鲜血才是改变的开始。苏沐雨，你太良善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底线，而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是懊恼了很多年。你要还是要拦着我，那不如我们打一架吧，谁赢了便听谁的。你赢了，我随你解散暗河；我赢了，你跟我迈向彼岸。成河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。你可以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可你的野心也会让很多人步入深渊。而且暗河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在大家长和提魂殿的背后，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更强大的势力？是。就算你我二人成为了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也无法成为握剑之人，因为就算是大家长，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柄剑。既然我们能够建立新的暗河，那这暗河便属于我们兄弟二人。历史背后的手，还有那些执迷不悟的家主，终究会被我们斩于马下。苏沐雨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对抗他们会死很多人，付出很多代价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如你所言，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不像你，就想做闲云野鹤。苏沐雨，我们始终都是两条路上的人。你说你想在暗河里做个好人，这很天真。你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你杀；你不想承担的罪孽，我来替你承担。甚至你想离开暗河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还记得你我二人走出鬼窟院时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